大家好，我叫于薇，于氏资本主要投资人 ，M 国多家科技公司的投资方。于氏资本，那个掌管6000亿美金的巨头，同时也是傅回安教授骗婚10年的对象。于小姐，我再说一遍，你的申请材料有误。哪里有问题？我所有的公证、流水、居住证明、往来照片全都准备齐了，这已经是我第10次提交了。你的配偶是已婚人士。什么？你的材料我看了很多遍。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是我的丈夫，我们10年前就在国内领了结婚证。于小姐，我在这个行业已经工作了20年，假结婚骗户的案子我见过至少100件，但是被骗了整整10年的，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薇薇，怎么了？签证又被拒了。我就跟你说了 ，M 国的婚姻户卡审核特别严，尤其是我这种涉密的高级科研人员，背景审查更严，被打回来很正常。你别着急，多大点事儿，明年我们再试就好了。傅景安，我们的结婚证是不是假的？没错，我们的结婚证的确是假的。我是跟大嫂领证了，还不是为了能让大哥大嫂孩子出国念书，接受更好更轻松的教育吗？反正你也等了我10年了，你也习惯了。再等几年，等浩浩过了18岁，确定不会被取消国籍，大嫂会跟我离婚，我们再结婚。不用，我对2婚男人没兴趣。还好父辈当年为了怕我被吃绝户，早有准备。于小姐，这是您父母临终前留下的唯一要求。如果您要结婚，必须隐瞒身份。一旦对方在婚内通过您知道您的真实身份，您名下所有资产将自动转入家族基金会，您每年只能领取固定分红。老板，有什么吩咐？去查傅勤安的海外账户，另外通知他所在的研究所，把我的资金全部撤走，立刻开除他。10年前，傅怀安的外派资格被人顶替了，他准备了整整2年，样样拔尖，最后却输给了一个领导的亲戚。名单公布那天，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3天没出门。那名额本来是我的，凭什么是那个亲戚的？我这2年的准备算什么？我不忍心看他明珠蒙尘，于是我让助理联系了 M 国最顶尖的理工大学，以于氏资本教育基金的名义捐赠了一栋实验楼，总造价1200万美金，换来的是一个联合培养名额和一个客座教授的职位。这是什么？联合培养名额，还有客座教授的岗位。怀安，明珠不该蒙尘。薇薇，谢谢你。等我在那边站稳脚跟，我一定接你过去，我们再也不分开了。我一路靠砸钱帮他打通关系，实验室设备、团队组建经费、论文发表版面费、专利申请的律师费，所有的开销都走我的账户。他也很争气，3年发了7篇顶刊，成了 M 国最年轻的外评顾问。傅教授，您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最想感谢谁？我最想感谢家人的支持。您的家人是指？我的妻子。好舍不得走啊，都第9次申请绿卡了，还是被拒了。没办法，没有绿卡，你只能在这里待3个月，90天一到还不走就是非法逗留了。到底是为什么啊？明明每一年我都早早就准备好婚姻绿卡所需要的全部资料，事无巨细的审核，然后提交。材料1年比1年厚，准备的1年比1年仔细，都提交了9年了，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啊 ？M 国的婚姻绿卡审核非常严格，尤其结婚对象是我这种高层技术人员，背景审查会更严。被打回来很正常，你别多想，明年我们再试试。对了，柳梅姐为什么这么简单就拿到了绿卡？我打个电话问一下她。
柳梅姐，你的绿卡是怎么办下来的？我申请了好几次都被拒了。大概是我运气好吧。刚刚大嫂知道你打电话来质问我，都急哭了，说要带着孩子连夜退学回国。浩浩都被你吓哭了。婶婶，凭什么要把我跟妈妈赶走？我不走，这里是我家，我不让那个坏女人来。弟妹，你要怪就怪我吧，是我不好，你别跟姐丫闹了。有我在，没人能赶走你们。雨薇，你听见没有？浩浩都被你吓哭了。大嫂知道你质问我，急得要带孩子连夜退学回国。你现在赶紧跟大嫂道歉认错，保证以后再也不提这事，听到没有？薇薇，我就知道你生气了。好了好了，不用你道歉了还不行吗？你也是跟他们孤儿寡母争风气促干什么呀？我专门来接你的，快上车吧，别闹脾气了。不好意思啊，微微，我今天不太舒服，有点晕车，就坐副驾驶了，你去后面坐吧。不舒服，又是这个理由。静安，这家牛排切起来太费劲了，我手腕没力气，你帮我切一下嘛。叔叔，我要你喂我。有什么话赶紧说吧。不急，先开瓶红酒。浩浩，等会儿叔叔带我们去西餐厅的时候，你就假装不小心把红酒洒叔叔的身上，好不好？不，浩浩，你没事吧？怎么这么不小心？我带浩浩去洗手间擦一下衣服，你在这儿先等等我们。余薇，想和我斗，下辈子吧。这位小姐，我们餐厅马上就要打烊了，你的同伴看样子已经走掉了，麻烦你结账，一共15万刀。你非要为难大嫂跟孩子，还不肯道歉，不过是因为我把你宠过头了。现在我把你的副卡全部冻结了，在异国他乡没钱付账，我看你怎么收场。我倒要看看你服不服软，还不赶紧认错道歉？不道歉，你就等着被扭送进监狱吧。小姐，麻烦你结账。没有钱来这里消费什么？雨薇，给大嫂道歉认错，保证以后再也不许提这个事情，否则你就被扣在店里，或者扭送去监狱吧。Call your manager. Tell her Miss Yu is here. Empty spaces, what are we living for? 于小姐，于小姐是我们的 boss， 她的账单不用记。凭什么不计较？恶意逃单，应该立刻报警。按照当地法规，该10倍追回钱款。傅静安，有些话你说反了。你一直以来心无介意的欺瞒我，不过是仗着我对你的宠爱罢了。当我的爱没有了，我倒要看看你该落到如何下场。再讲一个奥特曼打怪兽的故事嘛。我们一起穿好不好？太幼稚了，这都是小孩子才穿的。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他只是想和另一个女人一起去。你怎么回来了？
我自己的家，我为什么不能回来？你给我走！哼，都是你，每次你来，我跟妈妈就要离开家，为什么要霸占我们的家？浩浩还小，童言无忌，你要是跟一个孩子计较，就太没意思了。好，我不跟孩子计较。子不教，母之过。柳梅，这是你该得的。你有完没完了，余威？看来今天的教训你还没吃够。今天的账单一共15万刀，你身上1分钱卡都没有，你是怎么付的钱？弟妹，你就算跟我们赌气，你也不能伤害你自己啊！难怪我们刚刚走的时候，那个经理一直冲着你笑，你是不是跟他？你为了不道歉，宁愿出卖身体，你就是这样对我的。你怎么能那么下贱？滚出去！现在给我滚出去！不是要跟我分手吗？分就分，现在给我离开！傅静安，这里是我的婚房，该滚出去的人是你们。微微，我知道你当初出了点钱，可这个房子的产权平安已经转给我了，抱歉啊，还是麻烦你现在离开吧。你把我们的婚房过户给了柳梅，回安怕我跟浩浩住在别人家里不习惯，所以就把房子过户给我了。他说这样我就有自己的家了。这是我们的婚房，是我们一起装修出来的婚房，傅房安，你怎么敢的？现在这房子是柳梅的，你说那么多也没用。这不是傅教授吗？傅先生，傅太太，你们需要我们帮忙报警吗？没事，是我们在国内的朋友，非要赖在我的房里不走，还不快点滚出去！这里不是你这种人待的地方，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你走吧，雨薇，现在不是你道个歉就能解决的事情了，你已经脏了。给我来几个人。余伟，你还装什么？你身上连1分钱都没有，你能叫谁来？微微，我知道你一时接受不了，可事情已经这样了，金安也是心疼我们孤儿寡母，才会把房子过户给我。35万刀。什么？这套房子的总价，我支付了一半，所以你付的钱是35万。傅怀安，这35万我还给你。余伟，别说吃话了，你自己那35万刀都不知道背了多少年贷款才凑齐的，你哪里有钱还给我？拿假支票糊弄谁呢？我要举报一个人伪造证明，骗取婚姻绿卡。对，我有充足的证据，麻烦你们立马把他带走。明明我都跟你解释过了，只要浩浩上了大学，大嫂彻底安稳下来，我就可以跟你领证了。10年你都愿意等了，再等10年又如何呢？只要你保证再也不提我跟大嫂的事情，我可以跟移民局的人解释，这是一场误会。我保证每年大学寒暑假回去陪你过，在国内我们也可以像夫妻一样。微微，你别倔强了，你知不知道如果被带走，不仅要蹲10年监狱，还要面临几10万刀的罚款。餐厅的账单可以靠经理帮你搞定，可监狱的账单你总不能……雨薇，这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你答应我就去打发他们离开，你要是不答应，我只能让他们把你带走了。余薇啊余薇，你现在知道怕了，我早就跟你说过，跟我斗你还嫩了点。现在外面我的人到了，你要是现在给我和柳梅认错，我还能放过你？傅怀安，你看清楚来的是谁的人？都给我进来吧。
35万，在这里。傅晴安，我的东西，就算是砸烂了，也不会给你们的。砸了不够，给我上炸药！我要把这个脏了的婚房彻底夷为平地！雨薇，你疯了！我可是 M 国重点保护人员，你这是在作死！雨薇，不要！我是傅晴安，是外聘的高级顾问。这个女人是疯子，她雇佣非法人员对我进行恶意威胁。怀特先生，她该入狱，终生监禁，你们快把她抓走！怀特先生，我是傅怀安。上个月你不是还盛情邀请我，希望我的团队为你们的安保系统升级吗？就是这个女人在这里嚣张跋扈，你们必须严惩她。傅先生，您怎么会在这里？怀特先生，就是这个女人精神失常，强行闯进我家，把房子炸了。把这些人控制住！这个女人一起带走，涉嫌雇佣非法人员，恶意破坏公共安全。薇薇，本来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你，让你服个软道个歉，答应我以后都不计较我跟大嫂结婚的事儿，这件事也就过去了。没想到你自己没脑子，把事情闹得这么大，现在都是你自作自受。静安，他不会真的坐牢吧？谁让他没有脑子？这种涉嫌恐吓与爆破的重罪，够他付出惨痛代价。怀特先生，这些人也是他带来的，我严重怀疑是餐厅找来的流氓，这件事必须彻查，相关人员一个也不能放过。傅先生，您放心，我们会全力维护治安，严惩不法之徒。把人全部押走。静安，房子没了，我们以后住在哪里呀？我不要住外面，我要回家陪我的大房子。傅晴安，你真以为你赢了？这仅仅只是开始，我会一步步收回所有一切，让你彻底跌落谷底。别怕，房子没了可以再买，以我现在的资源和地位，置办豪宅轻而易举。可是，那是我们唯一的房子。于总，实在委屈您了。今晚的后续流程我们会全部抹平，绝不会在系统里留下任何案底。辛苦。借着移民问询的由头，不仅能完美避开别墅炸毁后的混乱，还能让傅回安以为我真的自顾不暇。我要让他毫无顾忌地享受偷来的风光。于总，您吩咐的事情已全部办妥，父亲按下关联的3张副卡，2张已完成最高级别的权限冻结，只留了1张额度最低的未做处理。继续。他所在的科研公司总部已收到于氏资本的正式撤资通知函，针对他的核心解聘程，法务部正在同步推进。另外，监控到傅晴安刚刚刷空了手里所有的积蓄，甚至套取了一部分科研项目备用金，全款买下了云顶山庄的一栋顶奢独栋别墅，成交总价820万美金。云顶山庄，他想买就让他买。于总，您的意思是？通知云顶售楼处，给他走资方专属的绿色通道，全免这笔交易的所有手续费，再附送减免3年全额物业费。手续办得快一点，别让咱们的傅大教授等急了。我要让他站得越高，摔得越惨，把完美人设焊死在云端，然后再亲手把他踹下深渊。另外，去调另一套房子的全部档案。明白，您指的是当初作为婚房的那套。我要看到产权转变的完整记录，
以及近10年来的全部监控录像。是，于总。还有，马上联系我的私人移民律师，直接对接 M 国移民总局的怀特负责人。我要傅静安和柳梅的婚姻登记档案、绿卡申请的全部原始材料，以及他们的资金来源证明。所有文件越快越好。是，我立刻去办。如果没有我暗中铺路，砸下上亿资金，他根本不可能站在科研界的顶端。可他却用我毫无保留的付出，回报给我一场长达10年的恶心骗局。于总，您要的所有资料全部拿到了。好，让我看看我的好丈夫到底给我准备了多少惊喜。各出1半钱买下的婚房，8年前就已经全部过户到了柳梅名下，连一句招呼都没打。于总，这些是小区出入记录、车辆轨迹和水电账单，法庭上全部可以直接作为铁证。我不在的每一天，这个我亲手布置的家，都上演着属于他们3个人的生活。我出钱，我奔赴，最后我是唯一的外人。妥善保管。后续的全球发布会上，我要让所有人看得一清二楚。是，于总。于总，你没事吧？我没事。寡嫂、侄子，真是好大的一盘棋啊！他们早在认识我之前，就已经是明媒正娶的原配夫妻。浩浩就是他的亲生儿子。傅勤安是用合法妻子的身份给柳莲办的绿卡，他对移民局说的全是真话，他唯一欺骗的只有我。不仅如此，他们来到 M 国的机票、学费、绿卡申请费，每一分钱全都是刷我的副卡。林特助，法务那边的账单核对进度怎么样了？全球法务团队正在逐笔对账，10年流水实在太庞大，预计后天能给出最终汇总。加快速度。另外，以唯一投资方的身份调取傅勤安所有科研项目的经费使用记录、项目进展报告。记住，不要惊动他，只是正常行使投资方的知情权。是，于总。我之所以要调取这些资料，不是怀疑他的科研成果造假，我知道他的能力，他的研究成果是真的，是他实打实拼出来的。我只是要确认他用我的钱到底做了什么。我要知道我砸进去的上亿资金到底有多少被他用来养柳梅和浩浩，有多少真正用在了科研上。查到了，2018年一笔120万美金的开销，名目是购买卡地亚高定珠宝，签收人柳梅。2020年通过瑞士银行账户转出300万美金，用于全款购置一艘私人游艇，挂在柳梅名下。于总，初步对账结果出来了，仅仅前5年流水就达到了4800万美金。去向呢？有1半以上的资金都被傅勤安用来给柳芒买房子、买珠宝、买奢侈品，给浩浩报昂贵的私立学校，请私人教练，还有一部分被他用来支付柳毛和浩浩的日常开销，真正用在科研上的资金不足1半。继续核对，后天之前必须给出最终的确切数字，1分钱都不能少。好的，于总。于总，最终的对账报告出来了。10年间，傅怀安通过您的副卡累计消费9700万美金，其中真正用于科研经费支出的只有4200万美金，剩下的5500万美金全部被他用于柳梅和浩浩的开销，买房、买车、买奢侈品，支付学费、旅游、日常消费，甚至还有柳梅的美容费用。浩浩的零花钱一笔一笔清晰在册，有据可查。我砸了这么多钱，圆了他的精英梦，养了他的妻儿，而我却成了那个被蒙在鼓里、被他肆意欺骗和利用的傻子。静安，这房子太贵了，好几百万美金呢，咱们其实没必要这么破费的。没什么没必要的，你和浩浩跟着我受了委屈，值得最好的。以前是我没能力，现在谁也别想让你们受半分委屈。妈妈，
这房子好大，我要把最大的房间当玩具房。静安，你对我太好了。傅先生，您核对一下合同细节，没问题的话签字就行。另外向您同步一个好消息，咱们山庄的独家资方是于氏资本，鉴于您的付款账户刚好是合作行，我们资方特批为您开通专属绿色通道，减免全部交易手续费和3年全额物业费。于氏资本，我倒是听说过，是国内的资本方，可不是嘛？我们整个山庄项目都是于氏资本全资投的，在北美这边的科研、地产领域，于氏都是顶流的资方。听说他们的唯一继承人也是位国内来的女士，年纪轻轻就手段了得，就是特别低调，从来没露过面，业内都只知道她姓于，没人见过真容。国内来的女士，姓于，于薇，10年前能拿到 M 国理工大学的联合培养名额，就是因为学校收到了一笔来自益民教育基金的捐赠，而那笔基金背后就是于氏资本。难道？那你们这在于氏的继承人，全名叫什么？哎呀，静安，你问这些干什么呀？咱们是来买房的，又不是来攀关系的。人家那种级别的大人物，说了你也不认识。麻烦您了，能免手续费最好。浩浩闹着要出去玩，咱们赶紧把字签了吧。是，傅太太说的是，孩子天性爱玩，是我们考虑不周了。我真是疯了，怎么会联想到于薇那个蠢货？于氏资本是什么级别的存在？一个能被骗10年的蠢货。他要是于氏继承人，我傅静安的名字倒过来写。这才是真男人，反观那疯女人简直太恶心了。听说之前炸房子的疯女人已经被安保局抓了，活该，大快人心。这种疯子就该关一辈子，心疼傅教授一家。于薇啊于薇，就算你现在发现被我骗了10年，你又能拿我怎么样？于薇，这盘棋是你输了，你彻底完了。静安，浩浩饿了，我们去外面吃饭，庆祝一下今天买新房子。好。静安，今天网上的新闻我看了，大家都夸你是绝世好男人，谢谢你，给我跟浩浩一个这么完美的家，再也不用受那个女人的气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叫爸爸了？不用再喊叔叔了？当然，以后我们一家3口好好过日子。为什么还不上菜啊？我都饿扁了。服务员，我们点的主菜呢？这都半小时了。请稍等。傅先生，您之前在我们连锁餐厅累计消费15万美金，至今未支付，请您现在结清账单。傅景安就是热搜上那个搞科研的好男人，怎么吃饭还逃单啊？穿的人模狗样的，原来是个老赖。你们是一伙的，你们也要帮着于薇。你们知不知道他已经被安保局带走了？傅先生，我只认账单，请您立即支付，否则我们将报警并启动法律程序。狗眼看人低，刷卡15万而已。机器坏了，再刷一次。交易失败，交易失败。我是傅静安，为什么我的卡刷不了？傅先生，您的账户已被冻结，这张卡的持卡人并不是您，账户已经被卡主冻结。胡说，这是我的专属卡，哪来的卡主？抱歉，这是账户负人的操作。公司财务吗？给我预支一笔费用。您的所有权限已被取消，另外，您的科研团队也已经将您除名。傅先生，请支付账单。把包给我。什么？包。还有手链。静涵，这是你送我的。先抵押。够不够？请稍等。
包包、手链及钻戒，折旧估值合计约15万美元整。傅先生，抵押平中，3个月内您可以拿钱赎回。走。秦安，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你的卡全都用不了了，公司也开除你了，那咱们云顶山庄的房子会不会也被收走？浩浩下个月10万美金的贵族学校学费还没交，我们难道要流落街头吗？我要回家，我要吃肉！闭嘴！哭什么哭？天还没塌下来呢！我傅谢安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学生爬到今天这个位置，靠的是我的脑子。我能赢第1次，就能赢第2次。科研经费的窟窿200多万一定是被发现了，不然卡不会被无缘无故冻结。这样的话，别墅随时可能被查封。现在所有人都躲着我，唯一的翻盘机会只有找新的资方。对了，今晚华尔斯东酒店有慈善晚宴，于氏资本的北美总裁戴维斯会出席。于氏资本手里握着几10亿美金，只要拿到他们的投资，一切困境都能迎刃而解。对，戴维斯，于氏资本。你打车带浩浩先回云顶山庄，我现在要去办件关乎我们生死的正事。今晚我必须把投资的合同拿下来。你小心点儿，一定要成功啊，金安。小林，你父亲手里应该有慈善间晚宴的邀请函吧？傅教授，我爸今年没拿到，而且最近风声紧，我爸说不让我跟你走得太近，怕被连累，先挂了。王总，之前咱们谈的那个技术背书……喂，张会长，只要能让我进去见戴维斯一面，我所有专利的商业转化都优先跟贵商会合作。贾安，我这儿多一张列席票，但只是普通席位，进不去 VIP 核心区，你考虑清楚。谢谢张会长，大恩不言谢。能不能进核心区根本不重要，只要能进去见到戴维斯，给我3分钟的时间，一定能拿到投资。我不能慌。戴维斯，于氏资本北美区总裁戴维斯在哪里？没有，难道还没来？不可能，这种顶级晚宴，核心人物肯定在 VIP 休息区。只能去那边碰碰运气了。只要戴维斯出来，我必须第一时间抓住机会。余威，于总，您看接下来的行程需要调整吗？能在这里见到您，真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余威，怎么可能是余威？那个被我拿捏了10年，连婚姻绿卡都办不下来的蠢女人，那个被我丢在餐厅的普通人。戴维斯，华尔街巨头，酒店总经理，整个北美华人圈能让他们如此躬身问好的只有一个人。于氏资本从未露面的幕后掌权人，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那个人竟然就是余威。为什么我的副卡会被毫无征兆的冻结？银行死活不肯透露主卡人信息。交易失败，因为主卡持有者就是余威。为什么于氏资本会突然终止注资，不留情面的启动解聘？因为他一句话，
就能决定我的生死。10年骗局，我以为我是掌控全局的猎人，把他耍得团团转，到头来我才是那个被关在笼子里展览的跳梁小丑。他骗了我10年，他看着我像个傻子一样演戏。慌了，他肯定会害怕身份被转换。绝对不对！如果他真的是掌权人，看到我发现真相，怎么可能这么淡定？怎么可能连半点躲闪都没有？还故意让我看，事出反常必有妖，这太刻意了，太像一场专门演给我看的戏。好狠的心机！他知道我要来找戴维斯，故意花钱雇了这群演员，租了这块场地，演一出众星捧月的戏码，就是为了激怒我，让我当场冲过去。到时候他只要告我污蔑诽谤，就能把我送进监狱，彻底毁了我在北美的立足之地。想让我自乱阵脚，做梦，差点就上了你这个蠢女人的当。张会长，今晚这晚宴真是让我开了眼界啊！傅教授，您这是什么意思？现在的人为了博眼球真是不择手段，竟然雇了一群外籍演员在 M 国装大佬，演了一出大戏，想骗我上当。还好我傅慧安不是傻子，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低级诡计。是吗？于总，刚才那位就是傅爱安，他在外面鬼鬼祟祟的，需要安保把他请出去吗？不用。他这个人多疑又自负，永远觉得自己的逻辑无懈可击。我越是坦荡，他越会亲手推翻真相。疯女人，黔驴技穷的把戏。等我拿到新的投资，一定让你跪在地上求我。金安，你总算回来了，投资的合同拿下了吗？傅先生，您好，我们是银行与资产管理律师。什么意思？根据银行调查，您购买这栋房产的资金全部来自一张副卡账户，而副卡资金的卡主已经正式提出申诉，对方并不承认这笔交易。胡说！这是我自己的卡。很抱歉，这笔交易已经被认定为非法使用资金，所以这栋房产将被暂时查封回收，请安保人员执行。你们干什么？这里是我们家，这是我的房子，你们凭什么封？另外，根据银行流水记录，过去10年，您所有的消费几乎全部来自这张副卡，卡主已经申请追回全部资金。傅先生，您最好现在准备偿还，否则将构成重大金融犯罪。10年，不关我的事，是他要给我花的。卡主？哪里来的卡主？这就是我的卡，我的补贴卡。我是傅醒安，当年是你们给我的外派名额，也是你们给我的银行卡，现在我那张补贴卡出了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傅先生，你真的不知道这张卡是谁给你的吗？那你现在可以打开电视看一下。请问你不是被安保局带走了吗？为什么傅教授的团队会和你站在一起？大家好，我叫于薇，于氏资本主要投资人 ，M 国多家科技公司的投资方。于氏资本，那个掌管6000亿美金的巨头，同时也是傅回安教授骗婚10年的对象。于小姐，你说傅维安骗婚10年，请你说清楚，
他是怎么骗的？过去10年，富爱安的科研项目、实验室设备、团队经费，全部来自于氏资本。他的第一笔启动资金，实验楼1200万美金，设备采购2400万美金，团队经费3100万美金。他的每一笔开销都走于氏资本的账。可这10年，他却用我的钱伪造结婚证骗我，同时在 M 国和所谓的寡嫂以夫妻身份生活在一起，重婚，伪造身份。今天这场发布会，除了说明事实，我还有3件事宣布。第一，于氏资本即日起终止所有对富安安相关项目的投资，实验室设备全部收回，团队经费即刻停泊。第二，我将正式启动法律程序，追回过去10年富安安通过副卡使用的全部资金，金额大约9700万美金。9700万美金，他这是世纪诈骗！第3件事，这是我委托权威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报告，鉴定对象是傅勤安和柳梅的儿子。依据 DNA 检测结果，傅勤安与傅浩之间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的概率为 99.99%。浩浩不是傅安安的侄子，是他和柳梅的亲生儿子。傅回安和柳梅10年前就已经结婚，孩子10年前出生。柳梅根本不是傅勤安所谓的寡嫂，两人早在认识我之前就已经是合法夫妻，刻意隐瞒彼此真实关系，从头到尾就是他们两人联手对我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婚。于小姐，也就是说那个寡嫂根本就是他的原配妻子。他骗了10年，一边拿着余威的钱，一边和原配在 M 国过日子。他是我用10年青春和9700万美金养的一只白眼狼。你骗我！你不是说那些钱都是你的科研补贴吗？现在要追回9700万美金，你拿什么还？闭嘴！我要离婚，我才不要跟你一起坐牢！我要离婚！离婚？移民局吗？我要撤回一份绿卡帮照。被办理人柳梅。你疯了！你疯了，傅海安！你以为那张绿卡是谁给你的？是我。离婚可以，你从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我总以为你会温顺懂事，最多哭闹一场，绝不会真把我怎么样。没想到他一招就把我打入万劫不复之地。不，我不能就这么认输。余威，你太天真了，资本封不住我脑子里的东西。我还有最后一张底牌，一张连柳梅都不知道，连余威都绝不可能知道的底牌。妈，你去我以前住的那个老房子，衣柜夹层里有个硬盘，马上用国际退快急救寄给我指定的地址，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柳梅。5年前，我发现了一个颠覆性的儿童神经母癌者表靶向药靶点，如果当年交上去，专利全是于氏财盆的，所以我瞒了下来。现在，这是我反杀余威唯一的筹码。霍顿医药和于氏资本是死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300亿美元的市场，足以让我重回巅峰。哈哈，成了！我就知道，我的才华永远有人赏识。
余威，你以为靠资本就能把我踩死？我会让你跪在我面前，看着我站到你永远够不到的高度。傅先生，久仰大名，你关于胖路激活意志的理论非常精彩。谢谢爱德华总裁。邮件里提到的直球含球首创靶点突破点在哪儿？目前同类靶点有17个，你凭什么脱颖而出？目前在研的17个药物对晚期怀儿有效率不足 20%， 且极易耐药。而我的笔点不仅能精准抑制增殖，还能阻断保路耐药，客观怀检率达 87.2%， 耐药周期延长到36个月以上。简单来说，我的药物能让 70% 以上患儿实现临床治愈。有完整实验报告支撑吗？傅先生，你应该知道我霍顿集团的研发实力。傅先生，你创造了一个奇迹。稳了，我的翻盘时刻终于到了。你的合作条件是什么？只要霍顿能做到，我们都可以谈。第一，首期投资不低于8亿美元，我任全球研发总裁，有绝对主导权。第二，专利各占 50%， 我拿 35% 税后利润分成。第三，提前支付8000万美元签字费，并用顶级律师团队解决我跟于氏资本的所有诉讼。第四，保证我的人身安全与研发不受干扰。条件我可以答应，但有2点需调整：8亿研发投入分阶段支付，8000万签字费，签约先付3000万，剩下5000万等一期临床数据达标后支付。死死费从你后续分成里扣。有霍顿的顶级律师团队，余威那点诉讼根本不足为惧。先拿3000万解燃眉之急。可以，但我要求所有专利申报必须以我为第一发明人。合作愉快，傅先生，你是绝对核心，霍顿做你的后盾。余威，你封杀不了我！我现在手里握着300亿的项目。霍顿医药将出资20亿美元，与傅平安教授达成独家全球战略合作，共同研发针对儿童神经母手瘤全球首创靶向药。傅先生，您和于氏资本的追讨诉讼会影响研发吗？对于骗婚和挪用金的指控，您有何回应？我和于女士只是私人感情纠纷，不存在骗婚。我也绝未挪用经费。资本可以一时封住一个人，但永远封不住真正的科研成果。我相信时间会证明，真正能拯救患者的是科研，不是资本游戏。爬得越高，摔得越惨。你那引以为傲的底牌，不过是我5年前送你的礼物罢了。于总，霍顿医药这是摆明了要跟我们对着干。傅清安现在拿着这个靶点，彻底翻身了。网上现在的舆论开始一边倒了，甚至有不少人开始抹黑我们于氏。我们要不要立刻采取措施？再这么下去，对我们的品牌形象影响太大了。别急，我自有分寸。于总，霍顿医药一直是我们在联盟生物医药市场的最大竞争对手。这次他们拿到傅回安的靶点，就是想靠这个项目彻底打开全球儿童药市场。他们想把我们彻底挤出局，这个靶点的商业价值太大了。一旦他们研发成功，霍顿医药会直接威胁我们在全球生物医照领域的龙头地位。急什么？他跳得越高，摔得越惨。我等他开这场发布会，已经等了整整5年了。
5年？于总，您5年前就料到傅回安会有这一手？5年前，我的核心研发团队在儿童神经丝癌透病领域率先发现了这个 ALK 融合基因突变靶点，我们完成了靶点晶体结构解析与基础验证。我在第一时间申请了 PCT 国际专利，做了全球专利布局。您早就知道这个靶点的存在，而且早就申请了专利？当然，当年这个靶点的基础研发完成后，我们评估后续研发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与时间，而且临床风险极高，一旦出现不可控的副作用，前期的所有投入都会打水漂。刚好那个时候，傅怀安的实验室正在申请儿童肿瘤领域的研发资金，我就把这个靶点的基础研究资料以公开文献共享的名义发给了他的实验室，让他去做后续的验证与研发。傅前安以为自己手里握着的是能让他绝地翻盘的底牌，可他不知道这张底牌从一开始就是于总故意递到他手里的。那这个靶点的核心专利所有权？这个靶点的核心基础化合物专利、经行专利、适应症专利，早在5年前，我就让团队完成了全球126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利布局，专利权人100%属于于氏资本。傅回安手里的那些数据，不过是在我核心专利的基础上做的延伸验证与优化而已。他以为自己藏了一张王牌，实际上，他手里的东西从根上就是我的。难怪于总从头到尾都这么淡定，他以为自己是绝地翻盘，实际上不过是一步步走进了于总早就挖好的陷阱里。可是于总，我们还有一个顾虑，霍顿医药在医药行业深耕了上百年，他们的专利法务团队是全球最顶级的，他们和傅海安签约前一定会做完整的专利尽调，他们不可能发现不了我们的核心专利。而且就算我们手里有核心专利，他们也一定会跟我们打专利无效诉讼，拖延研发进度，毕竟这个项目是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霍顿医药，他们的专利法务团队确实查到了我们的核心专利，但是我早就料到了这一点。在专利申请时，我特意做了隐藏式布局，核心主权项写得极其宽泛，从属权项又做了模糊化措施。他们的法务团队只会觉得这是一份没有实际落地数据的前瞻性专利，不会对傅华安的研发造成实质性影响。您是故意留了破绽给他们看？更何况，他们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3款主力药专利到期，公司营收连年下滑，股价持续低迷，大股东天天逼着管理层拿出新的业绩增高点。就算他们知道这个专利有风险，也会抱着侥幸心理赌一把，因为这个项目是他们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他们没得选。这才是顶级资本的玩法，一步10算，环环相扣，不仅算准了傅清安的贪婪，还算准了霍顿医药的绝境。那于总，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要不要立刻发起专利诉讼，叫停他们的研发，给他们致命一击？不，现在还不是时候。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让他们再得意一段时间，让傅回安尽情的跳，尽情的表演，让霍顿医药把所有的研发资金、市场费用、供应链布局全部砸进去。等他们把所有的身家都压进去，1期临床做完，等他们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成功的时候，我们再出手，给他们致命一击。于总要的，从来不是简单的赢一场专利官司。于总是要借着傅海安这个诱饵，把霍顿医疗这条100年大鱼彻底拖下水，一口吃掉。联盟生物医效市场的格局，是时候洗牌了。喂，雨薇，有事儿？看到新闻了吗？你以为靠着你那点资本就能把我踩死？你太天真了。我现在可是霍顿医药的全球研发总裁，住的是第5大道的顶层复式，手底下是全球最顶尖的研发团队，手里握着200亿的项目。你那点资本
在我眼里根本不值一提。是吗？那我祝你好运。竟然这么平静，他一定是在抢走这，心里早就慌了吧，只是嘴硬而已。去研发中心，我要加快进度。今天我要向全球宣布一个重磅消息：仅仅4个月，我们伟大的傅兴安教授就完成了所有临床前研究，第2笔3亿美元的研发资金已经全额到账，全球多中心1期临床试验正式启动。这款药物将在3年内完成全部临床试验，5年内实现全球上市。傅兴安教授就是我们霍顿医药未来的大功臣。我终于彻底赢了，余威，你永远也拦不住我了。突发新闻：于氏资本正式向星盟联邦法院提起全球专利侵权诉讼，起诉对象为霍顿医药与教授傅进平。于氏资本出示了完整的 PCT 国际专利证书，申请日期早于傅岸平研发数据整整5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法务部是干什么吃的？总裁，我们被算计了。于氏资本的专利布局太完整了，从核心化合物到经形适应症全方面覆盖，我们连一点规避的空间都没有，我们没有任何胜算。余威，他竟然早就埋伏好了，他做空了我们。傅齐安，你这个骗子！吃错药了吧？你竟然敢拿侵权的东西来骗我！傅总，出大事了！起诉？他余威有什么资格起诉我？这个靶点明明是我自己发现的。5年前，这怎么可能？他给我的那份资料是他给我的。他5年前就申请了全球专利，他早就做好了局，他把我当成了钓霍顿医药的诱饵。警方已对傅锡安涉嫌商业欺诈、专利侵权正式立案，面临最高35年监禁。这不是真的，我没有说。不，这不是真的。余威，你给我出来！你这个毒妇，你阴我，你阴我，你毁了我一辈子。余威，你算计我，故意引我上钩，你太歹毒了！傅回安，我问你，这个靶点的核心专利是不是我的？我研发出来的东西，我申请的全球专利，我把基础资料共享给你，让你做后续验证。可你呢？你偷偷藏起我的研发成果，想拿着我的东西去换钱换名声，想踩着我的成果翻盘，反过来咬我一口。现在你输了，就说我算计你。从你伪造结婚证骗我的那一刻起，你就该想到今天的下场。炸婚房时，发布会捶你时，我给过你无数次机会，是你自己一次次往深渊里跳。你总说是资本毁了你，可你忘了，你今天拥有的一切，哪一样不是我给你的？我能把你捧上神坛，就能亲手把你摔进地狱。我错了。微微，我错了，你原谅我，求求你放过我，我不想坐牢。你连让我恨的资格都没有。于总，霍顿医药因专利败诉，
市值蒸发500亿美元，已正式破产重组。收购进度如何？非常顺利，我们以极低价格全盘接收了霍顿核心研发资产及覆盖120国的销售渠道。经此一借，于是已是联盟生物溢出领域绝对龙头。很好，通知研发部，那个儿童靶向药项目即刻重启研发，要最快拿到上市批准。是。另外，药物上市后，定价定在同类药的1/10，联合我们的慈善基金会，为贫困华儿免费赠药。于总，这样我们将毫无利润可言。资本若是没有温度，终究只是一堆冰冷的数字。我要的从来就不是钱。是。恭喜您，一位女士，感谢您和团队为人类健康做出的天赋性贡献。真正的科研，从来不是用来满足个人野心与贪婪，而是为了拯救更多生命。曾经有人觉得，女性最大价值是成为谁的妻子或附属品，但今天，我想告诉所有女性，我们的价值从来不是婚姻和爱情赋予的。我们能做的，远比这个世界想象的更多。我们的征途不是任何人的后院，而是这浩瀚的星辰大海。